您觉得对比前几年感觉现在的大环境怎么样？就差了很多，就是像我前几年毕业的学长学姐，他们找工作都是好几份 offer， 但是我们现在找工作就是面了好多，然后可能就一个 offer， 然后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就去了，就不好呀，都不好呀。不好就是有体现嘛？就比如说人们在消费习惯上，或者是其他的生活习惯上有改变吗？我觉得不好就是体现在我的工资太低上，包括前辈们也会说，没有以前赚钱容易了。我觉得是不太好的。你消费降级，这是大家很天然的一个感触，是吧？然后二一个你自己挣钱难不难，自己心里是很清楚的。第三一个，我说各行各业，当你听到就是社会大众大家都一起抱怨的时候，这里面有一半是随波逐流的，有一半是真的就自己就在这种窘境里面深有体会，他才会有感叹。我说跟我们民生相关的，你看这个就是，就是批发行业就是各个城市的这种集散源头，像这种冻货白条，它其实他们的生意都在变差。你如果去走到这样的大市场、大的这种集散地，你去问任何一个老板，他们现在生意赶3年前都是有区别的很多这种大宗出货的这种老板，他们现在都开始接散单了，都开始接零货了就是他的业态已经被往下拉了，这种业态已经没有不像以前那样高高在上了，它已经越来越接近你的时候，就说明这个经济越来越差。我觉得还是在恢复吧。疫情之后，其实各个经济环境都在复苏。对，比如说咱们的桂林马拉松，2万多人一起过来，我觉得体育事业的兴起就代表了经济事业的兴起。感觉现在找工作都很难吧？我听有些家长他们就是现在找工作也特别难，然后赚钱也比较难。我觉得还是有所下降吧，就是说环境变得恶劣一点点。从我们的消费状况来看，那个消费欲是下降了。比如最近它有很多商战嘛，就是那些商家他为了提高人们的消费欲他就推出一些优惠活动，然后激发人们去购买他的商品。其实现在很多我们年轻人出去吃饭会去手机看那个团购，就是争取更优惠的价格去享受这个服务。对，现在的整体中国的经济大环境是比较不好的。就比如说我们的工资，它可能最高一份3500的工资，它会要求你干很多个人的工作，然后包括现在的物价也在慢慢的都下降了，就包括我们中国著名的海底捞，之前海底捞是没有团购的，然后现在就很多套餐它都出现了团购，包括海底捞也有摆摊，在我们之前有新闻播出嘛。就是好多商家生意也不好做了，是吧？对，现在的商家就紧接着一家接一家倒闭嘛，所以说近几年的经济大环境是不好，但是呢，我相信就是我们中国它的发展是一个波动式的起伏嘛，对，有低才有高，有高才也会有低的，所以说未来肯定会越来越好的，我相信我们国家的发展。对那身边的人他们有没有抱怨经济不好，然后说工作不好找或者是钱不好赚之类的？前段时间我有朋友也是大学毕业，然后去跑外卖过渡一下日子，然后他跟我说到，之前一单单价是5块钱一单，现在是5块钱3单，5块钱3单你都抢不到，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跑外卖其实也赚不了什么钱，就是大环境它不好，就体现到了这些点，就是岗位少，但是呢抢的人多。您是从事哪个行业的？我是做智能硬件的。这个行业现在怎么样？也非常好，我们做外贸，对，在美国、欧洲那边用我们的产品非常多。之前特朗普不是给我们加了关税吗？对你们有影响吗？是有影响的。影响大吗？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的制造成本是没有变化的，但是对国外的友人来说，他们购买我们的产品价格会比较高，所以我们的用户在社媒上疯狂的吐槽特朗普。那你们呢？你们吐槽特朗普吗？我们也吐槽他呀，这对我们的用户不利呀，让我们的用户
花了更多的钱去买了同样的东西。那他们没有去别的地方买吗？就假设来这边买贵的话，我们中国的制造业还是比较发达的，就再贵都还是便宜，是吧？对，而且我们的品牌力是非常强大的，这个在国外的市场我们也是 top one 的。那你大学学的什么专业啊？我大学学的软件技术。哦，那现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吗？并没有。哦，那你从事哪方面的呀？酒店。你当时怎么没有找到跟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很难找啊，我们专科出来，你说上比不过那种本科的，下呢又比不过那种从小家里就学的，而且他起步就是要几年经验，那你又要应届生，你又要经验，那你到底是想干什么？那你当时就没有考虑做吗？毕竟是跟专业对口的嘛。我有考虑过吧，但是我们家里人也有在，他也是他是硕士毕业，现在40岁了，失业了是硕士也失业了啊，失业了，怎么回事啊？就是现在这环境不好啊，他现在就是这个工作就需要新鲜血液注入啊，你40、50岁了，对不对？你再会写有什么用？还是会有人把你顶替掉的。您是从事什么行业的呀？水利工程的设计。这个行业现在怎么样？我现在的这个岗位可能。我做的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活，我可能一个人在顶3个人在用，但是拿的是一个人的工资。明白。就刚刚您说这个一个人干着3个人的活，那这一天工作时长呢？这有增加的吧？时长就007啊，都不是996了，是吧？对啊，就是007啊，很正常007。经常还是说偶尔？我从2025年，开年到今天，我没有一个完整的节假日。那007，那薪资不给你涨？不会，没有所谓的加班工资，没有所谓的一些福利待遇。最近工作状态怎么样？不怎么样。我具体来说这个事情吧，就是接到一个新的项目，然后这个项目我完全不会，而且这个项目的要求的时间很短，就没办法，非要让你做，公司就非要让你做，那怎么办？那我能怎么办？我要挣钱，我要吃饭，我要还房贷，那怎么办？那就只能硬着头皮做。当你接到这个任务的时候，你脑子里第一想法是什么？抗拒、逃避。但是你知道，就是当你每天就是每个月可能2号要还那个房贷的时候，你的那个信心就又上来了。不行，我还是得安慰自己，想尽办法得把这个事情给做下去。压力转为动力了。这个是一种很矛盾的心理，就是一方面你自己真的是很反感公司的这种做法，很反感怎么会有这么不公平的事情，但另外一方面你的生活压力那么大，你会觉得PUA 自己吧，想办法自己怎么能让自己能够心态更平稳的让这个事情能够顺利的推动下去。房贷占了你工资的多少1/3吧。广告。你觉得你们这个行业这几年怎么样？不怎么样，江河日下，越来越不行，即将消灭。不怎么样体现在哪儿？体现在我工资水平很低。在这边从事什么行业的呀？就是现在暂时没有工作之前呢？因为带孩子嘛。之前是在做销售一类的。什么？大概家居类的。感觉那个行业怎么样？之前的时候感觉就是好像，因为现在房子这一块不太好了，所以我们家居来说的话也会受到影响，所以就是业绩上面就做的就不太理想，然后又生孩子嘛，带孩子嘛，然后就没有再工作。那您现在从事什么行业呢？医疗，我们做这个应该叫核药，就是放射性药物，然后这个东西它比较复杂，它实际上是一个医疗项目针对于肿瘤末端的。这个行业从事了多少年？18年到现在了，也是蛮久的了。相比18年现在的这种行业的情况，比以前要稍微好一点嘛，因为政策在逐步放开嘛。我们是做国际教育，还有以及香港方面的一个择校和备考的。然后因为现在一个政策的支持的话，其实整体还是生意还是很好。我之前是在一家快递电商公司做 HR 的，然后我经历了裁员，就目前的话就是主要是做就是休息，然后想自己找一些自由职业的一些工作，比如说一些线上的或者自媒体或者说先在本地找一些兼职，就是了解一下情况。什么时候被裁掉的？9月底。为什么呢？因为换了一个领导，那个领导就是他的风格就是会把老员工裁掉，然后去招新员工，就跟我同一批合并到他部门的人有2个人都被裁了。
那他为什么要裁掉老员工？就是可能他个人的风格吧，因为他的团队基本上都是那种刚毕业的，就是其实刚毕业的新人他是可塑性比较强，他是相当于市场白纸，比较服从性。但是像我这种在一家公司已经待了几年了，就是已经他可能会觉得不好管理，这是我的一个见解。然后可能第二个就是成本，因为我经验比较丰富一点，我的薪资会比新人高个几千块钱，就可能从服从性还有说成本的角度，他就选择会裁员。那你们公司是做什么行业？做什么的？跨境电商。哦，这个应该不算是夕阳产业了吧？不算，但是很卷。就是现在人太多了，所以什么行业都很卷。就是同行之间会恶搞你，去把你的产品恶意的打低分或者恶意举报你，所以还是挺难做的。你们现在学什么专业？我们是金融的。像你们这个专业未来的工作方向是怎么样的呢？一般是证券公司或者是银行。您觉得未来这个找工作的前景会怎么样？很难。前几天看他们秋招的那些研究生都很难有岗位，那么多人竞争一个岗位，所以感觉会很难。因为现在其实好像也有很多大学生会选择考研，是吗？就是为了延缓这个找工作的。对，你们会考虑吗？会考虑啊，但是其实目前来看，感觉也有一点学历贬值，而且其实如果说本科也找不到工作，研究生也找不到工作，那不如本科出来多做一些工作，积累经验，可能经验会比学历更值钱，也说不定。就是大数据与会计。大数据会计跟传统的会计有区别吗？就以前会计可能是书本就比较多一点，然后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是实操，然后就是电脑操作什么的。就是现在大家其实很多大学生都有这个焦虑，就是说毕业之后找工作难这件事情啊，你有听说过吧？我也感觉挺难的吧，其实。会对未来有这样的担忧吗？有啊，但是我们这个专业可能就是要考证，然后我觉得应该就是提升学历吧。然后你要积累工作经验，就是如果一开始很难的话，你就要求不要太高，然后多去积累工作经验，后面的话就是你找工作也会相对容易一点。本科是环境设计，研究生也是设计，但转到了景观。这个行业就是出来找工作一般就是找什么样的方向的呢？其实基本上地产行业或者是设计院都是比较多的。就整体的这种好像大学生找工作都已经是大家都在讨论的一个话题了啊。这个问题我想应该是有的，因为据我了解，就比如说我的上一届，他们有很多就是工作了差不多1年之后会被公司倒挂，比如说被迫辞职这种情况。但我们这届我所知道的是很多，比如去当老师，去当大学的辅导员，或者是大专的讲师，然后也有到一些私企工作的都挺多的。目前还没有听到他们说谁被裁员了，或者说那些情况。那薪资情况就是相比以前是有更低了吗？其实我觉得薪资方面跟我们本科毕业的时候差不多，就是当你期待你研究生毕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工作的时候，你回过头看到了你本科毕业的那批学生，你发现这读了3年好像也没有什么用。那你现在是大学生还是已经参加工作了？我现在是大学生。学的什么专业呢？学的是休闲服务与管理，它的大类是旅游，但是我们所学的内容是体育。那出来是可以从事什么方面的工作？教练方面的工作，或者是教培。就教运动的。对。那就是你现在也开始面临找工作了哈。你是的。觉得现在对于大学生来说，就业环境怎么样呢？我觉得不怎么好。因为现在人越来越多了嘛，然后大学生也越来越多，就是出现了一个人数和工作岗位不对等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现在找工作相对比较困难。你最近有去找工作吗？有的，
我最近有在找酒店方面的工作，就比如说我前几天面试了上海的几家酒店，他们给到我们的一个薪资待遇是2500一个月，然后包吃住。但是我觉得2500要在上海对，在上海生活的话会相对比较困难。什么样的岗位呢？客房服务，还有一个餐饮服务。是实习生的工作了？对，实习生的工作。就是能描述一下你面试的情况，比如说面试官对于你们的要求。就是他首先让你介绍一下自己，面试官首先要看到你自信的一个态度嘛，然后听一下你的谈吐，还有你对这份工作的理解，你是否能够接受加班？这个是中国最常问到的问题。加班有工资吗 ？No， 无偿加班。你能接受吗？不能接受。但你觉得现在能找着这种不加班的工作吗？我觉得找不到。我觉得就算你找到这种不加班的工作、双休的工作，但是他的工资也不会很高。你现在是大学生是吧？对，我大几了。读什么专业的呢？我是师范专业的。那未来是要当老师的。对。然后我们最近也有招聘会嘛，然后我去参加过面试这些。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理想的岗位很少了。比如说，很多人都想去1线城市啊，或者是2线城市，但是那些来招的岗位很少，或者就是要求非常高。比如说我现在是本科学历嘛，那么他一般要求就会研究生啊这种，让我们就去不到。那么剩下的一些岗位就是比较经济没有那么发达的地方，比如一些县城啊和乡镇啊。那么它对应的一个薪资工资也是比较低的，所以就是有时候大家都在想，我到底是做我专业相关的工作呢，还是说我去追求一个薪资更高的工作？你去应聘的这些工作薪资水平大概是什么样的？因为我现在应聘的都是在广西这边的，那就是3000左右。你觉得是匹配这个工作的吗？这个工资？在广西来说是属于比较正常的一个薪资水平，但是不是我理想的。当下的这种经济情况会影响你人生的其他方面选择吗？比如说买房呀、婚姻啊、孩子啊这些。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就没必要去让人家承受一个007的老公或者是爸爸。那这种不太好的环境下，对你个人会影响你个人的一些决定吗？我觉得会。在以前我跟我妈他们想差不多，就把钱存起来，然后怎么以后花呀。你这个年龄还会存钱啊？那现在不能，现在我发了工资就想去洗脚，你们知道吗？成都洗脚，我只想去按摩，我只想去 SPA， 我要去享受。对，享受。因为我想，我现在才22岁，我爸妈现在不需要我养，我现在不去玩，不出去旅游，那我年纪大了，那我有自己爹妈要养，说不定以后会结婚，但现在至少没有这个想法哈。有自己的孩子要养，然后又怎么样，有自己的生活，而且年纪大了，身体也不行了。那为什么不趁现在年轻，有时间有精力，去享受这个世界，去取悦自己？你觉得这种经济情况会影响年轻人对于未来，比如说走入婚姻、生育等等的这样的抉择吗？肯定啊！我没钱我怎么结婚？没钱我怎么生孩子呀？如果生孩子啊，这一代的教育观念已经不是说我要去激娃了，而是我如何能够激自己，给孩子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如果他生下来注定了要去拼搏，像现在我一样在社会上去熬死，去用身体换钱，用这种生命力去换钱，那你可能不会愿意你的孩子过这样的生活。那什么样的人适合要孩子呢？有钱的人多生，有钱的人真的该多生。就可能是大家的一些消费吧，就是一直在消费降级。像我本人，我可能学生时代的时候，虽然那个生活费没有我现在工资高，但是我之前花的还是比较潇洒。但现在我都是很抠门了，就可能花销还不到我以前学生时代的一半那种感觉，就是想要多存点钱，就是未来感觉还是生存焦虑会比较大一些。好像我觉得你说影响了，但你看这个国庆放假的时候还那么多人出来玩，我觉得也好像影响不大啊。就身边有没有人会抱怨，好像钱不好挣了呀，有，工作不好找了呀？但是大家抱怨归抱怨，但是该玩的还得玩，该花是吧？对，该花还得花。我的很多朋友以前花钱大手大脚，包括我吧，现在其实疫情过后的话，整体消费的话都是就相当于偏降级。
我觉得很神奇的是，因为我有朋友是毕业后他去做主播了，女主播。什么方面的？偏那种舞蹈的。据你所知，做主播这个行业大概收入在什么样的一个范围？我知道的，他现在可能做主播1年半左右的时间，他就年薪可能有70-80万了已经。然后他每周只用播5天，一天播2-3个小时，所以你如果换算成时薪是很高。我就觉得很神奇是，其实有一部分人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就是他们的收入可能反而更高了。然后呢，我现在做的这个行业，算是运气比较好，没有受到那么大的影响。其他的就比如传统一些的行业，还有就是小商小贩之类的，那可能还是受的冲击比较大。所以我觉得是很割裂这个世界。就当下的经济情况，你觉得会影响年轻人其他方面的人生选择吗？例如买房啊、结婚呀、要孩子等等。我觉得会，因为我们这一代的话，对于结婚的话，我们没有像父母那个年代觉得一定要结婚。我至少我身边的人和我不是这么想。然后对于你说的买房买车的话，我觉得如果让我选，我会选租房。我不想让把我的一辈子困在一个就是 cage 里面，然后我去花我大半生的时间去付这个房贷，我觉得没必要。就像我们说，我们现在是旅游贷，我们宁愿去把钱花在旅行上面，去看世界，去看不同的文化。你觉得年轻人现在整体的一个状态怎么样？我跟我朋友，我们经常会聊这个话题。我觉得我们精神其实都生病了，因为父母那一代，包括爷爷奶奶那一代的话，他们其实是最简单，他们穷，他们只需要面对一件事情，就是解决生存温饱问题。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大部分人的话，我们其实家里都算中产偏上，我们没有再受温饱的折磨之后呢，那你人必然而然会从经济迈向另一个，我觉得从认知层面或精神层面的一个思考，你会在想我存在意义是什么？因为我存在意义不是只是去为了吃饭和有房子住，包括我们做一份工作，这份工作可能父母他们会为了钱去低这个头，但我们不想。然后他们可能不会因为热爱去做一份工作，但是因为这个工作能养活得了家，但是我们会想要去找到一份热爱的事情，所以我们我觉得也很痛苦。就经常在网上也可以看到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或者是已经工作了但是高学历的人群啊，他们可能失业了，那就被迫去送外卖啊、送快递啊，或者是开网约车。你身边有这样的情况吗？我其实一开始步入社会的时候，我对这种职业也是会有一点那种觉得有点 low 的感觉，但是其实现在经历了裁员之后，我觉得每份工作都是平等的，而且其实外卖它也有自己的门道，你要怎么去记住这些门店，怎么控制速度，你做得好也有1-2万的，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哎，那你觉得现在啊，就是对于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找工作难吗？挺难的。就是我在做招聘的时候，其实我们公司规模还蛮大的，有2000人，但是我们其实更倾向于社招。社招有一部分也是可以接受有无经验的，但是也就是你可以接受没有这个岗位的经验，但是你要有工作经验，因为没有工作经验的人，在我们看来他的一个抗压能力，就是没有受过社会的毒打，还是对工作有一种那种幻想，就吃不了苦，因为我们公司还是比较高强度的。然后像校招这一块，我也看到很多帖子，就小红书上很多人可能毕业了半年都找不到工作，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挺难的。我们现在大学就有一些同学啊，他在寒暑假期间嘛，或者是周末，他有空闲，他就去跑外卖，然后或者是开滴滴。女生？男生，然后是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的，毕竟他是赚到钱了，然后他也可以为他以后未来，如果他有创业的想法的话，也是一个铺路。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支持。那你身边有认识的同学呀，或者是这种大学毕业生，有因为找不到工作而焦虑，或者是找不到适合的工作而焦虑吗？也有啊，就是他开始也去干了我们这个对口的，干了1个月，发现干不下来，然后去跑外卖了。为啥干不下去了？因为就像我说的，好一点的公司又要经验，又要你的学历，又要怎么样，他找了一个初创公司，然后创业不下去，公司要倒闭了，
他去跑外卖了。哦，他去跑外卖，跑了多久了？跑了小半个月了吧。那这个跑外卖的收入怎么样呢？我问过他，他其实觉得还可以吧。他说大概一单基本上能够在个4-5块钱左右。然后他说他也是兼职嘛，基本上一天跑个10多20单，然后就不愁吃喝。然后如果再遇上平台活动，你一天跑够多少单，会奖励你个100、150、200这种，他说也挺好的。因为现在也有很多大学生，比如说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嘛，然后就被迫去找一些，比如说外卖员呀，或者是送快递啊、滴滴啊这样的工作。那对这样的现象你怎么看？我觉得他们挺勇敢的，因为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应该算是孔乙己那种类型的人，就是可能宁愿找不到那个工作，我也不愿意去做一些就是这个外卖员的工作，因为就是会觉得自己读了这个大学，想找他匹配一点的，就是要求大学这种学历的工作。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觉得的话，就是对于年轻人来讲的话，首先要让自己先活下去。对，可能从事外卖的话，它不是一个永久的一个工作，但是至少能够让你先有饭吃。对，然后在这个行业里面的话，要做的不是怎么一直在这个外卖这个行业去卖自己的体力，卖自己的时间，然后同时的话，你还要去提高你自己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竞争力，对，然后去找到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方向，对。我身边也有一些，像原来在大厂里面工作的，那被辞职了之后，然后就去做外卖啊、做快递啊，这种也有。对，被裁员了是吗？对，被裁员了。被裁员的多吗？深圳还好，对，深圳还好。一般被裁掉的是什么样的人？可能就是工作岗位不是那么核心，对，然后呢，可以被替代的，对，这种是比较多的。就是现在的话，其实很多年轻人都在抱怨说这个经济大环境不好啊，找工作不好找啊。就是你怎么看呢？我觉得找工作不好找跟经济大环境没有太大的关系经济环境好的时候，年轻人依然不好找工作，因为这个不是他们想要的工作，是吧？就是你如果只是想要找一份工作，你现在马上就可以有你送个外卖，能不能拉得下面子？对吧？对，可能他们说找不到工作，更多的是找不到跟自己的学历跟专业匹配的工作。对，简单说其实就是这样，就是自己的预期太高了。还就是对比80后啊，你觉得现在00后的这个工作心态有变化吗？我觉得是有的。我们参加工作的时候，因为我参加工作的时候还是小灵通时代，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吸收外界的信息，我需要靠电视，需要靠上网吧呀。那会儿我刚参加工作，我自己电脑都没有一台，对吧？那你现在的年轻人，他只需要一部手机就可以了，花世界迷人眼，对吧？所以自然想法就不一样，需求点就会更多，他会认为我已经足够了解这个社会了，但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你看现在年轻人其实很多都会觉得，你自己做生意，那你一定很有钱。他甚至连税务都搞不清楚，他就觉得我未来我也可以当老板。你看他做了一个什么事情，他都能做成，我也可以做成。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是不会有这种想法的。而且很多人也会说，中国这个社会非常非常的卷，各个行业都在卷，你觉得呢？卷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中国人是饿肚子的历史很近了，也就是3代人才改变这个现状。为什么你现在中央提出撸起袖子加油干啊？你只有干活才有饭吃啊！欧洲人理解不了啊，社会福利太好了，对吧？那欧洲人都会觉得，为什么我来你这儿避个难，你不给我发钱啊？中国人从来没有这种想法呀，这是多少代人就是这么教育出来的。你要想得到什么，你就自己去实现它啊，对吧？你就自己去实现它，因为我们没有享受过那种极好的社会福利和待遇。那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对2026年的经济好转抱有希望吗？暂时没有，还太早了。你觉得什么时候会变好？我估计可能得几年，可能得30年这样子吧。那还有好多年呢。那这么多年，如果说一直都没有好转，你会采取什么应对措施吗？其实我最近也有想找工作，但是面试下来又没有什么
动力了。为什么？就是我会发现现在的工作要求会比以前高了，就是我同样的岗位，我再去想要去面同样薪资的一个岗位的话，他对我提出的要求会更高，那跟我现在的要求能够匹配的岗位的话，可能工资又降薪比较多，我刨去生活成本又没有什么钱，我会觉得落差比较大，所以我可能更多的是想去说的高大上点可能是创业，说的小就是实在一点就是做一些线上的一些东西，然后去变成自己的事业，去慢慢做大起来。你觉得2026年会变好吗？活下来就好，活下来就好只要你还在这条路上走着，那就有无限的可能。那你对于2026年的这个大环境是整体抱有乐观的态度的吗？我可能之前说的很低气压哈，但是真的就是这个样，特别是我们这种传统行业，太难了。就是总的来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的环境很卷，然后想要在这个行业出人头地也很难，因为它阶级固化也特别厉害，资源只掌握到很少的一部分人的这个手里嘛，特别是像我们公司的老板呀，或者是国企啊之类的。如果想要在这个行业有所立足的话，真的很难。财神庙说了，未来3年的这个运都还比较不错啊，是拜神了都已经。是的，拜神了。好的，那也希望你明年会更好。好的。持乐观的态度。是什么让你有这样乐观的态度？我觉得我都挺乐观的吧，我觉得反正死不了啊，那死也死不了，就是不死就是最好的是吧？对啊，死不了。在成都这个地界，你再少也有个3-4千块钱嘛，你要你自己是完全够了的，而且还可以活得还行。2026年从我看到的数据来讲的话，应该未来可能5年，中国的大学生的话，毕业的人数还会持续的增加，然后再加上一些，比如说前2年没有找到工作的这些年轻人，那么这样的话会给那个就业市场的话。压力我觉得会比现在会要更加的大，但是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东西。如果一个坏的一个经济周期，它可能是10年，但是如果我们就是年轻人的话，保持这种学习的能力的话，等到就是熬到这个经济下行结束上行的时候，那他也会享受一些红利。对，我还是非常坚定的相信我们的国家是会好起来的。尤其是今年去看的话，我们的最近正在举行的全运会，包括我们新下的福建舰，我觉得这都是国力强盛的表现。如果我们国家不能再延续辉煌的话，那这些也是落不了地的。所以我非常坚定的相信我们的国家会越来越好的，包括我们人民自身，包括我们的企业，也都会向着更好的方向走起来的。你对明年的这个经济好转抱有希望吗？可能会好一点点，或者是跟现在差不多，但是我觉得不会变坏。为什么会觉得不会变坏呢？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都那个就业都很积极，然后都是在想办法去搞动这个经济嘛，去创收。我是个乐观的人，因为我觉得，你悲观也是活，你乐观也是活。那你面对就是这个世界的真相以后，我觉得还是要抱一个乐观的态度去生活。